姐，这是锦绣龙虾，你在哪儿弄的？昨晚去礁盘那边转了转，运气好碰着的。运气好，我看是捡的死虾吧？这东西娇贵得很，离水就死，死了一文不值。我跟县城海鲜店的人都熟，人家收虾只收我的，你的货扔路边都没人要。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县城海域轩海鲜店采购渠道匹配，采购经理已前往码头。这位兄弟，你这龙虾卖吗？我按市场价上浮30%收，有多少我要多少。海悦轩是县城最高档的海鲜店，价格公道，你可以放心。这一批虾质量可以，我马上给你转账。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就能把债还清了。这个系统到底是福是祸？老伙计，明天就靠你了。我妈早上熬的海鲜粥给你送点儿，你刚回来，家里肯定没开火。看见没？老子这艘新船花了10几万，我还包了东边那片最好的海域，3天最少捞上100斤野生石斑鱼，一趟下来顶你们跑半个月。强哥就是厉害，咱们渔村谁能有这本事？顾爷，你那破船都快散架了，还敢出海？别到时候为了鱼都没人捞你上来。想捞石斑，你连石斑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吧？强哥就是厉害，咱们渔村谁能有这本事？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东部海域野生石斑鱼群精准分布图，旧渔船船体临时强化7天，航速提升50%。能不能捞着，回来就知道了。海上风大，注意安全。要是不行就早点回来，别逞强。放心，我心里有数。强哥，今天鱼群好像跑了。闭嘴，别让人听见。我的天，这么多石斑鱼，得有100多斤吧？这品相全是野生的大石斑，这得卖多少钱啊？你太厉害了，真捞了这么多石斑。强哥，你那100斤石斑呢？怎么没见着？张老板，我跟你说，整个东渔村就我的货最稳。我跟临城好几家大饭店都有长期合作，平时都不愁卖。今天特意给你留了点好货。行，价格按老规矩来。有些人啊，运气好捞了点石斑就飘了，没有稳定渠道，再好的货也烂在手里。想跟大饭店合作，门儿都没有。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临城星级海鲜联盟供货合同，指定货人顾野，合作价高于市场价20%，采购专员即刻抵达。张老板压价狠，你要是不急着卖，我可以帮你问问城里的朋友。不用，等会儿有人来收。顾先生您好，我是临城鲜源餐饮的采购专员李娜。根据我们的合作协议，今天先过来对接首批供货，您的所有鱼货我们全收，价格按合同上调2成结算。鲜源餐饮那可是临城最大的海鲜连锁，小伙子，你怎么会有他们的合作？顾先生是我们总部指定的独家供业商，以后东渔村供货只认顾先生的。太好了，有了这个长期合同，你以后就不用愁销量了。今天谢谢你帮我分拣鱼货。我们是发小啊，跟我客气什么？再说你本来就厉害，你怎么突然这么会赶海打鱼了？以前你连渔网都织不好。在城里上班的时候，跟朋友学了点海洋知识，运气好罢了。这3口养殖塘肯定是我包下来，我表哥在管理部门上班，打了招呼的，下个月就能签合同，到时候我养上南山白对虾，1年赚几十万不成问题。强哥有关系，肯定没问题。某些人啊，别惦记这养殖塘了，没钱没关系，甚至承包押金都交不起，还想搞养殖，做梦去吧。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生态养殖塘最优规划方案，承包启动资金20万元，已打入宿主银行卡。还进去装模作样，我看他能拿出几个钱。顾爷，你也想承包养殖塘？支书，这是我做的养殖规划方案，您看看，承包费我可以一次性付清。生态循环养殖，你还懂这个？
这方案做的比县里专家都专业。支书，别跟他废话了。我的承包申请什么时候批？我表哥都打过招呼了。大强，承包是公开竞标，讲究方案和资质。顾野的方案更合理，而且人家能一次性付清承包款，按规定优先给他。什么？他一个穷光蛋能付得起承包款？20万承包款，我现在就能转。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就可以签合同。我都听说了，你拿下养殖堂了，真厉害，连支书都夸你的方案好。接下来还要改造堂口，有的忙了。我放假的时候可以过来帮忙，我小时候跟着我爸养过虾，懂一点。好啊，那就麻烦你了。表哥，还是你厉害，整个县城的海鲜冷链都被你垄断了，以后我的货可就全靠你了。那是自然，临城沿线的冷链车都得看我脸色，谁要是得罪我，他的货就算烂在手里，也别想运出县城哪怕一步。哟，顾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有了供货合同，没有冷链车，我看你怎么把货运到临城。求我表哥，说不定他心情好，分你半车空间。年轻人别有点运气就飘了，在这一行没有冷链渠道，寸步难行。想运货，先按规矩来，给我3成的抽成。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承配冷链车队3辆专属使用权，配套专业装卸团队，即日起随时待命，调度权归属宿主。把3辆冷链车开到东渔村村口，今天装首批试运货。装模作样还冷链车，我看他是吹牛皮吹上瘾了。顾总，冷链车队已就位，请您指示。这不可能！顾爷，你也太厉害了吧！赵老板，你刚才说没有你的冷链，货就运不出去。这堂口改得真规整，看着就专业。改得好看有什么用？养虾看的是技术。想当年我养虾，亩产3000斤，个个个头均匀，收虾的老板抢着要。某些外行，别到时候虾苗全死光，赔得底朝天。那是，强哥可是咱们村的养虾能手。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生态高产对虾养殖技术知识库，优质一代虾苗10万尾，已配送至堂口。亩产3000斤算什么？我这堂亩产5000斤都不在话下。哼，吹牛也不怕闪了腰，我等着看你赔光裤子了。让你跟我抢，我把你虾苗全毁了，看你还怎么嚣张！刘大强，你在干什么？关你屁事！我路过而已。路过？带着这东西路过我的养殖堂？破坏他人财产是犯法的，你想进去？太缺德了，居然干这种事儿！赶紧报给村管理委员会主任。是。你没事吧？他没伤到你吧？我没事，虾苗也好好的，别担心。县里要办海鲜品鉴大赛，拿了金奖的能跟全市的餐饮协会签战略合作，还有5万块奖金。咱们村推荐一个名额。支书，我去，我做的蒜蓉石斑那可是一绝，到时候金奖肯定是我的，拿下全市供货渠道，咱们村都跟着沾光。顾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别整天躲在养殖堂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秘制海鲜烹饪配方1套，大赛直通参赛资格已录入系统。比就比。你会做吗？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放心，应该没问题。金奖肯定是我的。顾野那小子连灶台都摸不透，跟我比，做梦！中等。太绝了！这口感，这鲜味，我做了30年海鲜，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不光食材顶级，调味也恰到好处，完全激发了海鲜本身的鲜。哥几个，帮我个忙，去把顾野那养殖堂给我毁了，虾苗全弄掉，再教训他一顿，让他滚出东渔村。钱不是问题。放心吧，强哥，我们哥仨在这一片混了多少年了？别说一个小小的养殖堂，就是让他在县里待不下去，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保证让他哭着滚蛋。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养殖堂全天候智能安保系统升级，近身格斗精通技能已同步至宿主身体。动作快点，弄坏设备就走，顺便给他点教训。大哥，
有监控！怕什么？先弄了再说。想动我的堂，先过我这关。走！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我没事。太无法无天了，马上联系治安管理部门。谁指使你们来的？是刘大强让我们来的。都破了，我给你消消毒。不就是进去待几天吗？等我外地的老板朋友过来投资，建个海鲜加工厂，整个渔村的生意都得我说了算。到时候顾野那点养殖塘，算个屁！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海鲜深加工项目完整可行性报告，500万乡村振兴专项扶持资金，审批已通过。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顾野同志申请了乡村振兴扶持资金，要在咱们村建海鲜深加工厂，总投资500万，能解决咱们村几十个人的就业问题。真的假的？500万，咱们村要建工厂了，太好了！以后不用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各位乡亲，加工厂建成后，主要做海鲜预制菜和干货加工，优先招咱们村的村民。以后大家的渔货，加工厂全部按市场价收，不用担心销路。婉宁，其实加工厂的事，我想让你过来帮我，以后我们一起干。好啊。从一无所有的落魄归乡，到现在有了事业，还有了江婉宁，这个系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听说土地审批卡得严，好多人跑了半个月都没批下来，咱们会不会也得等好久？别担心，应该很快。哟，来跑审批啊！我实话告诉你，这事儿没我表哥点头，你跑断腿都没用。我表哥是土地管理部门的副所长，这一片的土地审批全是他说了算。我想让谁过谁就过，不想让谁过谁就别想动工。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海鲜加工厂全套审批手续加急办结，土地使用证、施工许可证已同步出件，专属办事专员即刻对接。您是顾野先生吧？您的加工厂审批已全部办结了，这是土地证和施工许可证，您收好。领导特意交代了，您这是乡村振兴重点项目，走绿色通道。不可能！我表哥都没点头，怎么可能批下来？这位同志，请不要喧哗。顾先生的项目符合所有政策要求，是市局点名的扶持项目，当然优先办理。顾野真的批下来了，而且还是全套手续。我说了，很快的。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审批能过？感觉你一点都不慌。我只是相信，正经做事，政策不会亏待我们。谢谢你，让村里越来越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以后还要靠你帮我。看见没？我这虾才养了半个月，就快有手指粗了。再过半个月，绝对能出塘，亩产最少3000斤，整个镇没人能比得过我。强哥就是有本事，这虾长得也太快了。是啊，某些人啊，吹牛皮说亩产5000斤，我看他那虾苗到现在都没怎么长，到时候别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生态养殖快速育成技术激活，虾苗生长周期缩短30%，肉质与营养成分提升20%，即刻生效。咱们的虾好像确实比别家的慢一点。别急，明天你再看。长势还行，按市场价收。哇！我的天，这才半个月，怎么长这么大？这品相比养了1个月的都好。老板，你这虾我加价3成收，有多少我要多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肯定为了激素。我这是生态养殖，有检测报告的。倒是强哥你，刚才说亩产3000斤，怎么我看这虾个头还没我一半大？你可太厉害了，又打他脸了。陈老板，您放心，我们村的海鲜品质绝对有保障，您要多少有多少。陈老板，我是村里的养殖大户刘大强。我跟您说，整个东渔村就我的养殖规模最大，货源最稳。您这100万订单交给我绝对没问题。支书，
陈老板这单交给我，我保证按时按量交货。我跟港口的货代都熟，出关手续我全包了，保证一点问题都没有。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跨境海鲜出口资质全套办理完成，100万美金出口订单匹配成功，专属报关团队已对接。听说你们村有个叫顾野的年轻人，搞生态养殖的，他在哪儿？他就是个毛头小子，没什么规模，不靠谱的。顾野，你来了。顾先生您好，我是陈氏水产的陈启荣。我刚收到总部通知，您这边有全套出口资质，还有欧盟的无公害认证。我想跟您签长期供货合同，年订单额不低于500万。哎呀，你可太给咱们村长脸了。陈老板客气了，合作的细节我们可以慢慢谈。500万的订单，顾爷，咱们加工厂还没建好，就有这么大的订单了。所以更要抓紧把加工厂建起来，不能耽误交货。我明天就去招工人，咱们加班加点赶进度。王婶，我跟你说，顾野那虾长得那么快，肯定是喂了违禁药，不然哪能半个月长那么大？吃了对人身体有害的。我干养殖这么多年，这点门道还不清楚？他那虾检测肯定不合格，等被查出来，不仅订单黄了，还得进去。我早就劝过他，老老实实养，非不听，早晚出事。不能吧？顾野看着挺实在的。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国家级无境外农产品检测报告加绿色食品双认证，已邮寄至村管理委员会，造谣证据自动留存，可随时追责。大家静一静，农业局的同志过来，是给顾野的养殖塘颁发绿色食品认证的。顾野先生的养殖基地是咱们县第一个通过双认证的水产基地，各项指标全部达标，甚至远超标准。大家不要听信谣言，有疑问的可以去村管理委员会看检测报告。合着是刘大强在造谣啊？太缺德了！自己养不好就眼红别人，什么人呐？刘大强，造谣生事，破坏村里风气，你给我去村管理委员会写检讨，再敢乱说话，直接上报治安管理部门。活该，看他以后还乱不乱说话。身正不怕影子斜，谣言不攻自破。有了这个双认证，咱们的虾价格还能再涨一截，出口也更有底气了。后面加工厂的产品也可以同步申请认证，走高端路线。奖励你的。气象局通知，今晚有强台风登陆，大家赶紧加固塘口和房屋，注意安全。慌什么？我那养殖塘去年台风都没事儿，加固的牢着呢。别说台风，就是海啸来了，我那塘都不带漏水的。顾野，你那新改的塘怕是不行吧？别到时候一场台风，虾苗全都冲跑了，赔得底朝天。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养殖塘防风防浪加固方案已同步生成施工图纸，可即刻动工。王宁，你去叫几个工人，按照我给的图纸，立刻加固塘底，安装排水泵。好，我马上就去。怎么样？我说我这塘结实吧？就这点风，根本不算事儿。快堵上！还好你提前加固了，不然真的危险了。你在这守着，我过去帮忙。顾爷，多亏了你帮忙，不然我们的塘也完了。是啊，你这加固技术也太厉害了。赶紧补苗吧，还来得及。哥几个，帮我去工地闹闹事儿，弄坏点建材，让他们停工几天。这点钱是定金，事成了再给你们一半。放心吧，强哥，这一片工地就没有我们搅不黄的。别说停工几天，让他们干不下去都没问题。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工地智能安保系统激活，专业施工支援团队20人即刻到位，工期提前15天完成。干什么的？敢来这里捣乱？顾总，我们是施工支援队的，过来协助加快工期，保证提前半个月完工。辛苦你们了，注意安全。怎么感觉什么事儿都在你意料之中似的？运气好而已。照这个进度，下个月就能试生产了。累了就先回去休息吧，剩下的我来。没事儿，跟你一起干活不累。
周哥，就是他，整天吹自己的虾养得好，说整个镇没人比得过他。您可是县里的养殖状元，可得给他点颜色瞧瞧。小子，听说你养虾很厉害，我干养殖20年，还没服过谁，敢不敢比一比，看谁的虾产量高、品质好？我这养殖技术是省里专家亲自教的，亩产5000斤，轻轻松松，跟我比，它还嫩了点。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高位池生态精养技术包，亩产上限提升至8000斤，附带水产养殖协会认证专家顾问身份。比可以，加点什么彩头？我输了，我给你10万块技术服务费；你输了，把你那出口订单让给我。可以。怎么样？我这虾没话说吧？7000多斤，这也太夸张了吧！小伙子，你这生态循环养殖模式太先进了，完全可以作为全县的示范样板。这不可能，钱就不用了。要是你愿意，可以过来交流技术，大家一起把产业做好。我服了，以后有机会一定跟你请教。你今天可太帅了，周虎那么骄傲的人都被你折服了。我本来就没想跟他比，大家都养好，渔村才能发展起来。顾爷，你心真好。顾爷，算出来了，3口塘总产量21000斤，平均亩产7000多斤，比预计的还多。品质没问题，就可以装车发货了。产量高有什么用？卖不出去都是白搭。我去年产量也高，最后还不是低价处理了。他那出口订单，我看就是吹牛皮，谁知道能不能真回款？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首批出口订单尾款提前到账，追加300万美元年度订单，3年长期合作协议同步生成。顾先生，首批货的品质超出预期，总部非常满意。这是尾款，已经打您账户了。另外，我们想和您签3年长期合同，每年300万美元订单，您看怎么样？我的天，3年长期合同，那以后都不愁卖了。顾爷这下可真成咱们村的首富了。顾爷，我们成功了。是，我们成功了。我以饮料代酒，敬你，恭喜你，也恭喜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这加工厂能建起来，也有我的功劳。当初选址跑手续，我都帮了不少忙。等会儿领导肯定也会提到我。小顾同志啊，你年轻有为，不仅自己创业成功，还带动了全村就业，了不起啊！经过县里研究，授予顾野同志乡村振兴青年两头人称号，奖励50万扶持资金，用于扩大生产。谢谢领导认可，我会继续努力，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大强，你也跟人家顾野学学，别整天游手好闲的。知道了，支书。乡村振兴带头人，顾大带头人，以后可得罩着我点儿。你是我的大管家，当然要罩着你。感谢各位乡亲的支持，感谢合作商的信任。加工厂投产只是开始，以后我们还要扩大养殖基地，打造自己的海鲜品牌，让东渔村的海鲜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恭喜啊，顾老板，改天详谈。慢走。顾爷，以前是我不对，我小心眼儿，嫉妒你，还处处跟你作对，我知道错了。我能不能来加工厂上班？我干了10几年养殖，懂点技术，吃苦也行。你要是愿意收留我，我以后好好干，绝不再闹事。可以，去养殖基地报道吧，先从基层干起，好好干，不会亏待你。谢谢你，顾爷，我一定好好干。你还真愿意收留他啊？都是乡里乡亲的，他要是能改好，多个人手也好。顾爷，还记得你刚回来那天，落魄的站在码头，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就做成了这么大的事儿。如果没有你，我走不到今天。婉宁，从高中的时候我就
江婉宁，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从落魄归乡到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系统是意外的惊喜，但最幸运的是遇见了他。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一起走下去。都听好了，从今天起，整个镇的水产收购全由我周氏水产统一定价。谁敢私自往外销，我就把收购价压到成本线以下，让他的货烂在手里。虎哥发话，谁敢不听？以后东渔村的货全由虎哥说了算。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全国生鲜电商平台独家供货权，配套冷链物流体系已对接完毕，即日可上线销售。顾野是吧？你虾养得不错，给你个机会，按市场价60%卖给我，以后我给你稳定销路，不然整个临城没人敢收你的货。60%？你怕是想多了。我的货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你管不着。小子给脸不要脸，咱们走着瞧，我看你能撑几天。顾爷，周氏水产是这一片最大的收购商，他真的联合线上贩压价呀？他要是联合所有采购商压价，咱们的虾真可能砸在手里。放心，我有别的渠道，线上电商平台销量比线下还大，价格只高不低。虎哥说了，把这东西倒进去，3天之内，他这几口糖全得废。到时候他不求着虎哥才怪，快点弄，别被人发现了。检测到恶意破坏行为，安保预警已触发。大半夜的来我的堂边干什么？太缺德了，居然干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儿！说吧，谁派你们来的？你们两个糊涂东西，谁让你们干这种事儿的？顾老弟，对不住啊，是我管教不严，损失我赔，你看能不能私下调解？涉嫌破坏生产经，属于刑事案件，必须依法调查，不能私了。请你也跟我们回治安管理部门协助调查。刘大强，麻烦你也去治安管理部门做个证人笔录，配合治安管理部门工作。还好你提前有防备，不然咱们的虾就全完了。放心，安防系统24小时运行，以后没人能搞破坏。我再说一遍，东渔村的货只能卖给周氏水产，谁敢私收，我就断了他的货源渠道。顾野，你不是能耐吗？我看你今天的虾往哪儿卖？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全国连锁商抽职工合同，10家门店同步上架，采购车已在途中。今天的虾必须出糖，不然品质就降了。电商发货也得等明天，这可怎么办？别急，你看。顾老板，我们是惠民超市的采购，按照职工合同，今天的虾我们全收，价格按约定上浮2成。太好了，是惠民超市，比那些小收购商靠谱多了。顾老板，我出市场价加1成，收剩下的货加2成。强卖这套行不通啊！都听好了，这片近海的捕捞航线，我公司常年作业。以后东渔村的渔船不准再走这条航道，谁敢私自出海，别怪我船队不客气。听见没？陈老板的船队占了最好的航线，你们就等着烂在岸上吧。这也太霸道了，航道是公共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走？你就是顾野，想出海也行，加入我的渔业联盟，交3成管理费，我就让你跟着走，不然你就等着养殖塘荒废吧。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东部深海专属渔场探鱼数据，配套先进声纳设备1套，远洋安全作业资质已同步生效。
近海我还不稀罕去，深海鱼价值是近海的好几倍，谁要跟你抢这点小鱼小虾？深海就你那旧渔船，还敢去深海？别到时候船坏了，还要海事部门去救你。能不能去？回来你就知道了。深海太危险了，风浪大，咱们的船……放心，船已经做了安全升级，声呐、通讯设备都配齐了，完全符合远洋作业标准。陈老六，我就说他不行吧，就那破船，去深海不翻就不错了，还想捕鱼。我的天，这么多深海鱼，这得卖多少钱呀？这品相比陈老六的货还好。陈老六，我说了，近海我不稀罕，以后我们村的船都走深海航线，就不劳你费心航道的事了。傅老板，我们也想跟着你跑深海，你带带我们吧。我打算成立渔业合作社，不管哪个村的，愿意加入的都可以一起干，资源共享，销路共享，有钱一起赚。村管理委员会全力支持合作社成立，备案手续我们帮着跑。这可怎么办啊？好好的鱼苗怎么突然就死了大半？江老头，欠我们厂的30万饲料钱，今天必须还，不然我们按合同收你的鱼排抵债。再宽限几天，等这批鱼出了，我一定还。等你这批鱼都死光了，还出什么鱼？我实话告诉你，我们王老板看上你家婉宁了，只要婉宁嫁给王老板的儿子，这30万就不用还了。以后饲料还优先给你过。你们做梦！我死都不会嫁的。嫁不嫁你们自己掂量。3天后还不上钱，我们就按合同走法律程序。到时候鱼白查封，你们全家损失更大。造孽啊！婉宁，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姑爷，我家鱼盘出事了，鱼苗死了大半，还欠了饲料厂30万，他们逼我家人抵债。别哭，有我在，这事儿我来解决。30万不是小数目，而且鱼苗得的是怪病，找了好几个技术员都没办法。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病也能治，相信我。这是合作社的账户流水，还有我个人的存款，30万不算什么，明天我就跟你回去，先把债还了。这是水产病备专家的联系方式，我已经联系过了，明天一早就跟咱们过去，鱼苗的病能治好。姑爷，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婉宁，我喜欢你，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以前我没能力，不敢说，现在我有能力了。我不想再看着你受委屈，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跟你一起扛。老师，这病还有救吗？是弧菌感染，发现的还算及时，用特效药3天就能控制住。伯父，药我已经让人去采购了，下午就能送到。鱼苗的事儿您放心，肯定能保住。顾爷啊，辛苦你了，快喝点水。阿姨，不客气，应该的。顾爷啊，这次谢谢你帮忙，鱼苗的钱还有药钱，我们以后慢慢还你。伯父，不用还，婉宁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话不能这么说，30万不是小数目，我们江家不能平白无故拿你的钱。我知道你跟婉宁是同学，关系好，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饲料厂王家的条件确实好，婉宁嫁过去至少不用吃苦。爸，我不嫁。伯父，您觉得王家条件好，是觉得我没能力照顾好婉宁？小伙子，你养虾赚了点钱，我知道，但30万已经动了你大半家底了。以后万一再出事呢？
王家是开饲料厂的，家底厚，能帮衬晚年。检测到有人轻视宿主，触发奖励。全县最大水产饲料公司51%控股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伯父，您说的王氏饲料厂，现在我是最大股东。这怎么可能？王氏饲料厂可是县里最大的。王氏饲料厂管理混乱，还卖劣质饲料，刚好我有意收购，昨天刚办完手续。伯父，婉宁不用靠联姻还债，也不用靠别人帮衬，我有能力让她过上好日子，也有能力帮江家把鱼排做大。是我鼠目寸光了，姑爷，以前是我不对，小看你了。老姜，钱准备好了没有？我儿子今天过来提亲，顺便接婉宁去城里买首饰。这谁呀？在你家干什么？王老板，饲料钱我们会还的，联姻的事就算了吧。算了，老姜，你可想清楚了，整个县的水产饲料，我占了70%市场。你敢悔婚，以后别想从我这儿拿到1斤饲料，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家鱼排彻底没料可用。检测到有人吹牛，触发奖励。王氏饲料厂全部债权文件、劣质饲料致养殖户损失的完整证据链已同步至宿主手机。王老板，好大的口气！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敢跟我叫板？整个县的水产饲料都是我说了算。就是，我爸可是王老板，你再敢多说一句，信不信我让人把你扔海里去？王小胖，你敢动顾爷一下试试？我死都不会嫁给你这种纨绔子弟！王老板，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王氏饲料厂现在最大的股东是我顾爷。你刚才说一句话就能让江家鱼排没料可用，现在看来，是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家饲料厂关门。这不可能！我昨天还在开股东会。这是你厂里生产劣质饲料，导致周边养殖户鱼苗大面积死亡的完整过程。我已经移交相关部门，很快就会有调查结果。这怎么办？顾爷，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厉害！快走，回去商量对策。怎么回事？顾爷怎么突然成了最大股东？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老板，是昨天晚上紧急变更的工商四系，我们也没收到通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顾爷肯定不会放过我。顾爷这小子敢阴我，我绝对不会让他好过。老板，不好了，监督管理部门的人已经到厂门口了，说要查封劣质饲料生产线，快去拦住他们，就说我不在。顾爷，你这次真是为民除害呀！王氏饲料厂的劣质饲料坑了多少养殖户，现在终于被查封了。是啊，顾老板，以后我们就用你厂的饲料，质量有保障，价格还公道。你真的不打算追究王家的事了？已经交给相关部门处理了。我收购饲料厂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致富，不是为了报复。顾爷，你这胸怀，以后肯定能干出更大的事业。咱们村的乡村振兴就靠你了。今天召集大家开会，是关于咱们县水产行业规范发展的事儿。最近王氏饲料厂因为劣质饲料被查封，暴露出咱们行业很多问题。镇长，这事确实是个教训。我建议以后水产行业要加强监管，杜绝劣质产品流入市场。镇长，我建议成立水产行业协会，统一规范饲料养殖、销售各个环节，避免恶性竞争，也能保障养殖户的利益。顾老板这个建议好，成立协会，大家抱团发展，也能提高咱们县水产品的竞争力。顾爷这个建议非常好，协会会长就由顾爷担任，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顾会长，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陈总客气了，以后大家按规矩办事，公平竞争。哼，老板，
顾野现在当了协会会长，以后咱们更难对付他了。怕什么？他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我手里还有深海渔场的资源，只要断了他的深海捕捞航线，他就别想翻身。婉宁，看来陈老六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我相信你一定能应付过去的。顾老板，前面就是鱼群密集区，都是名贵的石斑和金枪鱼。顾野，你敢动一下试试？这片深海鱼塘是我们的，不许你在这里捕捞。这片深海渔场是公共资源，谁都可以捕捞。你们赶紧让开，别耽误我们作业。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围上去，把他们逼停！检测到有人恶意破坏，触发奖励。渔船防御系统激活，水下声呐干扰装置启动。这是什么怪物？回去告诉陈老六，别再耍这种小把戏。深海渔场是大家的，他垄断不了。顾老板，太厉害了！这么多深海鱼，得卖多少钱啊？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平安回来。顾爷，你这次不仅打破了陈老六的垄断，还给大家找到了新的捕捞航线，真是咱们村的大功臣。这都是大家的功劳，以后我们还要一起把水产行业做大做强。没用的东西，一条破渔船都拦不住，顾野那小子到底藏了什么本路？深海渔场全被他占了，咱们手里货压得死死的。老板，顾野渔船配备专业避障探测设备，咱们船刚靠近就被预警驱离，根本没法近身干扰作业。老板，大事不好！周边村镇养殖户全都加入顾野渔业合作社了，统一共享深海捕捞点位、平价饲料和固定销路，咱们再也收不到优质海货，仓库都要空了。顾野断我财路，我绝不会善罢甘休。周虎，你去联络几个外地水产中交商，统一压低市场收购价，全网散布他家海鲜存病害、重金属超标的谣言，再安排人去他加工厂门口聚众闹事，拖住他出货进度。老板，造谣闹事涉嫌违法，一旦被取证，要能打乱他的订单节奏，暂时压住他的势头，一点代价我承担，立刻去安排，别磨磨蹭蹭。顾爷，我刚听以前跟陈老六干活的熟人说，他要雇人造咱们海鲜的负面谣言，还打算带人堵加工厂大门闹事，耽误咱们出口订单发货。多谢你特意过来报信，这份人情我记下。以前我总跟你作对，现在跟着你干，才知道你实实在在带着全村赚钱。陈老六纯粹是眼红使坏，我不能看着你吃亏。造谣赌场太影响生意了，出口订单耽误交货要赔巨额违约金，咱们怎么办？不用慌，咱们所有水产品都有全套权威检测报告、无公害认证，监控全覆盖。我现在联系市场监管、治安管理部门报备，同步留存所有渔场、加工厂出货溯源记录。他玩阴招，咱们走正规渠道维权。省城海之源集团发来的，说要整体收购咱们合作社的深海捕捞权和加工厂股份，开价3000万。顾爷，我刚听县里一个老关系说，海之源是陈老六堂兄陈建国的公司，专干吞并小渔村的事儿。3000万就想买我们全村人的饭碗，他们这是觉得东渔村好欺负。他们还在附加条款里写了，要我们5年内不得在省内销售同类产品，这等于封杀我们自己的品牌。太欺负人了！要不我找人去省城摸摸他们的底？不用摸，他们既然想谈，我们就在谈判桌上见真章，去告诉他们，我同意谈，但地点定在东渔村码头。码头？那地方连个像样的会议室都没有。让他们看看，他们想买走的到底是什么。你就是顾野，果然年轻。我那份协议你考虑的怎么样？陈总亲自跑一趟，说明你挺重视。但3000万，连我们今年出口订单的零头都不够。年轻人，我买的是你的未来，不卖给我，你确定你们能扛得住接下来的风浪？我听说台风刚过去，你们修酒店花了不少钱吧？陈总，我们台风后重建，县里批了专项扶持，银行也给了低息贷款。你那份协议里的资金，我们暂时用不上。顾野，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3天时间，要么签字，要么我把收购价降到2000万，到时候你们全村来找我求着卖。陈总，你走慢点，码头石板滑。这人比陈老六还难缠。难缠不怕，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他要出什么招。顾老板，3号塘和4号塘的 pH 值一夜之间从7.8掉到了6.2，而且亚硝酸盐超标3倍，这情况不对，像是有人往塘里倒了东西。顾老板，我在塘埂北边发现了这个桶，里面还有残留的液体，闻着像工业废酸。昨晚谁在塘边值班？
值班的是刘大强，他说昨晚11点左右听到有摩托车响，出来看的时候没发现人。把桶封存好，送去县里检测，然后通知所有养殖户，今天停水换塘，全部用新水。顾老板，换水要花好几万啊，而且虾苗经不起折腾。不换水，这批虾苗3天内全死；换水，我们还能保住70%，花几万保住几十万，哪个划算？行，听你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是工业废酸，浓度很高，要是再多倒半桶，塘里就什么都不剩。顾爷，这事儿绝对跟陈建国脱不了干系。昨天他刚走，晚上就出事，哪有这么巧？证据呢？光凭时间对不上没用，必须有实证。我让技术员调了昨晚塘边的监控，凌晨1点17分，有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经过北侧塘缸，停了大概40秒，人戴着全盔，看不清脸。这个后座绑着的桶跟早上发现的那个一模一样。大强，你认不认识县城里收废品的人？能找到这种工业废酸来源的？认识一个，以前跟我做过海鲜生意的老孙头，他儿子就在化工园区上班。现在就去找他。婉宁，你把视频备份3份，1份给村管理委员会主任存档，另外2份我有用。你自己小心。放心，有证据在手，该小心的是别人。大强跟我说了，这废酸的事儿我确实知道一些。前天晚上，化工园区的老赵偷偷拉了一车废酸出去。你认识买废酸的人吗？不认识，但老赵说那人是从省城来的，开一辆黑色商务车，车牌号是省城的。省城来的，肯定是陈建国的人。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那天来拉废酸的人？对，就是他。虽然戴着帽子，但这人下巴上有个痦子，我记得很清楚。我去找他。书记，你现在去，他只会死不承认。我们要让他自己跳出来。别动！省城来的，下巴上那个痦子化成灰我都认得。陈总派你来的吧？上次倒酸，这次又来，是想把我们村所有的塘都废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知道，那这个视频里的人是你吗？刘大强，放开他，让他回去告诉陈总，明天下午3点我在码头等他，他亲自来，这事儿还有得谈。他要是不来，这份视频我直接发给水产主管部门和环保厅。他真会叫陈建国来？一定会来，因为他怕的不是我，是证据。顾爷，你这份见面礼送的挺特别。陈总，你那份大礼我们村也收到了，工业废酸倒进养殖塘，这事儿如果传出去，你海之源的招牌还要不要？顾爷，你拿一段看不清脸的监控就想威胁我，那视频里谁是谁你心里清楚。你想怎么样？第一，你那份收购协议作废，永远不要再提。第二，今天当着所有村民的面，你陈建国承认海之源与我们村再无瓜葛，以后井水不犯河水。顾爷，你够狠！行，我答应你。各位东峪村的父老乡亲，我是海之源集团负责人陈建国。之前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是我们处理不当，今天在这里，我郑重承诺，海之源以后不会再介入东峪村的任何事务。乡亲们，事情到此为止，以后我们专心搞自己的产业，不受外人干扰。海之源的门，我们东峪村不开了。顾爷，这事儿没完。我知道。他临走那句话，你看清他嘴型了吗？看清楚了，他说的不是没完，是等你求我。顾老板，咱们的冷链车出问题了，3辆车都在去省城的路上抛锚，修车厂说是燃油系统被人动了手脚，油箱里掺了水。车在哪儿修的？什么时候能好？在县城的修理厂，他们说最快也得3天，但咱们这批货明天必须送到省城，不然就要赔付违约金。违约条款我看了，这批货如果逾期，要赔偿总金额的30%，也就是90多万。顾老板，冷库温度突然升高了，压缩机停机，里面的货正在解冻。立刻把冷库里的货全部搬到备用冷库，备用冷库还能装多少？备用冷库只有100瓶，装不下全部。李总，我是顾爷，我这边冷库出了故障，有3吨冻虾需要临时存放到你那边，4个小时之内取走，费用我出双倍。把货分一半运到临城李总的冷库，另一半用冰块保温先发到省城，到了那边直接进他们的冷库，我联系好了。我让修车厂的朋友查了监控，昨天夜里11点23分，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冷链车旁边，停了大概15分钟。那辆车没有牌照，但车身颜色和省城那个助理开的车一样。他们先动冷链车，再坏冷库，这是要断我们的发货链。订单一旦大面积逾期，客户会流失，信誉也会受损。婉宁，你现在联系所有客户，告诉他们3天后的货提前1天发。
冷库咱们修不好，但可以租。省城物流园有大型冷库，按小时计费。可他要是再搞破坏呢？那就让他搞。他每搞一次，我们损失一笔，但留下的证据就多一笔。积累够了，我们一次性清账。你打算等他再出手？我打算逼他出手，让村长明天去找镇里，说东隅村准备申报省级水产示范基地，评审组下周就要来。陈建国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坐不住。省级示范基地申报要求可高了，咱们的环保处理系统还得再升级一道。环保系统我已经联系了环境科学研究院，下周一他们派专家来安装新设备，1周内能做完。镇里刚送来的，说是水产主管部门出评组调整了时间，提前到后天就到。后天？咱们养殖塘的生态改造还没验收完呢，这要是被看到不达标，申报就黄了。这个出评时间改动是陈建国的手笔，他听到消息，那怎么办？照常准备。他以为提前来就能抓到把柄，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所有东西摆在台面上，让他们看个清楚。这个塘的氨氮指标，你们多久测一次？每天早晚各一次，数据同步上传到水产技术推广站平台，组长可以调后台数据看实时记录。那个系统是新装的，我看到管道还没有完全固定。是的，上周刚装完，现在还在调试阶段，但下周正式启用前，所有管道都会加固到位。他们检查的比我想的细，连排水口的螺丝松了都记下来了。你们村的生态改造整体不错，维护处理系统虽然没完全完工，但规划合理。我会在报告里注明验收前完成即可。谢谢。过了，过了。但陈建国一定已经知道了，出评组没找到问题，他下一步会更积极。顾爷，有人在海底那边用无人机拍照，飞得很低，沿着养殖塘来回转。让安保队去海地那边，别惊动操作的人，把无人机信号干扰器带上。他们不是在拍风景，是在找我们的弱线。养虾塘加工厂全部飞一遍。让他拍，他拍得越细，越说明他急了。等会儿干扰器截断信号，无人机会自动返航，操作的人会去捡落点，我们顺着落点看他停在哪辆车旁边。安保队，跟我去村口。拍够了吗？要不要进塘里拍点近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路过，无人机是自己掉下来的，这东西不值多少钱，你拿回去跟陈总说，下次想拍可以提前说一声，我们安排人带你们参观，免得飞错地方。我会转达。这次是无人机，下次呢？他要是雇人混进旅游区搞事怎么办？所以从明天开始，旅游区所有入口安装人脸识别系统，跟县里的治安系统联网，谁进来什么时间去了哪，全部留痕。你是不是早就在筹备这件事了？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来多少招，我们就接多少招，直到他招数用完。顾老板，新生产线产量是旧线的3倍，而且人工成本能降低1半。质量检测这块要盯紧，每批次流量抽检，不合格的一律返工，不能出纰漏。顾老板，省城那边寄来的是检测报告，咱们那批运过去的冻虾被抽检了。报告显示，这批冻虾被检出有微量有机磷残留，虽未超标，但接近临界值。这不可能！咱们的虾全程无抗生素、无违禁药，检测机构也是正规第三方。这个检测机构我之前没听过，婉宁，你查一下他的注册信息。注册时间是3个月前，法人代表姓陈。那就对了，这份报告是假的。陈建国等不及了，直接买通一缸注册的机构给我们下套。现在的问题是，这份假报告已经发给咱们的几个大客户了。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圈，有3家说收到了，还有2家表示要暂缓下季度的订单。这东西对咱们声誉影响太大，光靠咱们自己辟谣，客户不会全信。我们不用自己辟谣，让真检测机构来做对比验证，把结果直接发给所有客户。农业科学研究院的水产品检测中心是全省最权威的，明天我就去提交申请，3天内能出结果。3天内陈建国一定还会有动作，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行动之前让客户收到正式报告。这事儿我明天亲自去省城跑一趟，跟农科院的人当面说清楚。陈建国这一套一套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快了，他出的招越狠，说明他手里的牌越少。今天这个牌匾是省里对我们的认可，也是对所有支持东隅村朋友的交代。跟出去，别被发现。接下来，我们会跟农业科学研究院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所有水产品每批次双检测，报告公开可查。
陈总，别着急走，这是农业科学研究院检测报告的副本，原版已经发给我们所有的客户了。您那份3无检测机构的报告，现在在网上已经被标记为虚假信息了。他什么时候拿到农科院的报告的？你不是说至少要3天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昨天就送去了，走的是加急通道。事情没完，我手上还有一张牌，这张牌打出去，他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他刚才说什么？还有一张牌，会不会是动咱们的供应链？他说的牌不是供应链。陈建国在省城水产圈子里经营了10几年，最值钱的不是钱，是人脉。他一定留了一个压轴的渠道，准备一次性把我们挤出市场。那怎么办？把他那张牌的牌面先摸清楚。你以前在县城跑过海鲜批发，认不认识省城水产批发市场的老档主？认识一个，姓马，在市场里做了20年，什么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明天你跑一趟省城，别暴露自己身份，就说你是替外地老板打听市行情的。明白。老板，这虾怎么卖？我替外地老板来打听行情，要大批量。大批量要多少？老马，是我，东峪村的刘大强，我来打听个事儿。最近有没有人在市场里放过风声，说东峪村的货有问题？大强，你怎么来了？风声确实有人放，就是前些天省城海之源的陈老板亲自来市场，找了几个大档主吃饭，说你们村的虾是靠药物催大的，还拿出了一份检测报告。你看了那份报告吗？我没看，但我听隔壁档主说，那报告上面盖的章很新，不像是老机构的。大强，你们村的货我收过，品质没得说，但这风声一旦传开，市场里信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知道了，老马，谢谢。明天我带一份正经的检测报告来，你帮我递给几个大档主。行，我等你啊。3条线同时走，这是要把我们彻底挤出省城市场。他连市场档主都联络好了，只要我们有一批货出问题，整个市场都会挤制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出问题的货，他就算再买通一个检测机构，咱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用农科院的报告打回去。问题是，他如果换一种方式呢？比如直接攻击我们的供应链源头。市场风声破起来最快，明天大强把农科院报告带给马老板，让他散给档主。只要市场里的人知道报告是假的，陈建国的话就再也没人信了。好，我明天一早就去。但这不是终局，他手里真正最后一张牌，我猜是跟省外的渠道有关。他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的货进不了外省市场。那我们就在他出牌之前，先把外省渠道铺好。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顾总，这虾的质量我验了3批，稳定性很好。我们华南12市的冷柜渠道全部给你上架。那咱们这季度的合同现在就签？签，以后每个季度保底500吨。来了。顾爷，你动作够快。陈总，来都来了，要不要尝尝我们新出的预制菜？出厂前做了农科院双检，放心吃。我认输了，省城市场我收手，但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堂弟陈老六还在服刑，他以前跟你们的那些恩怨，能不能到此为止？他在里面还想翻案，你递句话进去，他就死心了。可以，但你要用自己的渠道帮东峪村把产品推进北方3省的批发市场，这是你欠的，不是交易。好。乡亲们，今天这碗虾丸是咱们村自己产的虾，自己办的厂，自己打的市场，立住了。从今天起，东峪村的牌子立住了。顾爷，陈建国那边，你信他？不信，但用他的渠道把咱们的货铺开，这一步是真的。他如果不做，他自己在省城也混不下去。这步棋，他只有走到底。所以他现在不是对手，是合作伙伴了。是暂时绑在同一条船上的人，船到了岸，再说分道扬镳的事儿。3号停车区满了，引导游客去临时停车场，动作都快点。这才上午10点，停车场就满了，周末游客量比上周翻了1倍。酒店开业前，配套得跟上，停车场、厕所、餐饮区，全部要提前扩容。扩容预算我算过了，至少还要200万。目前账上资金都在压货和饲料采购上，周转期要45天。顾爷，昨天旅游区营收破了10万，但镇里来人说了，游客太多，排污系统负荷超了，环保口子盯着呢，要是出问题，可能要停业整改。排污系统，我让技术员加装了一套生物过滤，明天就能调试。你帮我约一下镇里环保办的负责人，
后天上午我去当面汇报。顾爷，刚才有2个游客在赶海区吵架，差点动手，一个说另一个占了他挖好的坑，人太多了，靠我这点人手根本忙不过来。从明天开始，赶海区实行预约制，分时段进场。你去找村主任要几个退休的老渔民，他们熟悉滩涂地形，让他们当现场引导员，1天给200补贴。这主意好，我这就去。北方3省的批发渠道我打通了，首批试发货下周3从省城发车，走铁路冷藏专列。你动作挺快，渠道我铺好了，但品牌要用你的东渔村。我这边只做物流和仓储，不碰定价，不碰品控。运输损耗率写的是3%，高于行业标准，如果超过，由他们承担。江小姐看得细，这个条款是我自己加的，以前的事儿算我赔罪。明天我签好，让人送到你公司。顾爷，省城海坤资本最近在整合沿海产资源，动作很大，已经收了3个渔村的地产和码头权益。你留意一下，他们下一个目标可能是你们这里。海坤资本，这个名字我没听过。没听过，说明他们还没进场。进场前都是先看再动手。我叫方成，海葵资本水产事业部负责人。我们看了东渔村的合作社模式，很有兴趣，想谈合作。方总远道而来，辛苦了。合作具体怎么谈？我们出2个亿，整体收购你们合作社的水产板块，包括养殖塘、加工厂、冷链车队以及品牌使用权。收购后，东渔村所有村民以员工身份留用，待遇比现在提高20%。你说什么？收购？我们顾爷干得好好的，凭什么卖给你？顾先生，你是聪明人，2个亿，你们全村人打工10年都赚不到。而且我们进来之后，资金、渠道、管理全部升级，你们省心省力。方总，你调研过东渔村去年的营收吗？2个亿，大概是我们3年的流水。你出的价比市场评估低了40%。评估报告我们看了，但你们的基础设施老化，排污系统、冷链设备都是半旧的。收购之后，我们还要再投大笔钱翻新，所以这个价已经很有诚意了。方总，方案最后一页备注里写着，收购后品牌东渔村要更名，也就是说，我们干了2年打出来的牌子，以后不归我们了。品牌整合是大集团的统一策略，你们的产品还是原产地，只是换个名字，不影响销售。影响不影响，得我们村里人说了算。小顾是合作社法人，他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 2亿就想买咱们全村的家底，还要改名字，这也太欺负人了！顾爷，你不会真考虑吧？考虑是肯定要考虑的，但考虑的不是卖不卖，而是他为什么挑这个时候来。陈建国刚走，海葵的人就来了，时间太巧了，说不定陈建国就是替他们来探路的。他主动提北方渠道，也是为了给海葵摸我们的底。 所以这笔收购不能接，也不能直接拒绝。直接拒绝，他们会有更激烈的手段。先把他们拖住，让他们觉得我们在犹豫。拖住？怎么拖？明天你跑一趟省城，去工商局查海坤资本的股东组成，看看除了方程，背后还有谁。厂长，冷库又报警了，温度显示零下4度，不够冻。顾老板。 冷库压缩机启动频繁，配冰箱跳闸3次了。电工说可能是电压不稳，但咱们的变压器是新的。今天用电峰值什么时候？下午2点半左右，加工线和冷库同时开启的时候。供电所发来的通知说，这一周因为旅游区用电量激增，附近几个村子公用变压器负载过高，晚上8点之后可能不定时限电。明天一早我自己去供电所谈，加装一台专用变压器，费用我们出，审批手续走加急。那冷库今天怎么办？ 备用方案里写了，晚上8点之后把冷库温度调到零下2度，所有冻品分批挪到临城李总的冷库过夜。我已经联系好了，费用照旧。查到了，海葵资本的法人代表是一个叫林振生的人，但我在省城工商局门口遇到一个熟面孔，以前跟着陈老六跑腿的。他说林振生是陈老六在省城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一直做资本运作。陈老六的同班同学，这就对上了。 陈老六进去了，但他的人脉还在外面。
那陈建国来送北方渠道，可能不只是赔罪，也是在帮林振雄探路。海清资本收购东渔村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给陈老六出气，所以这个局比钱大。那咱们怎么办？他们要的不只是收购，是让我们低头。所以这场仗不能输，也不能平局，必须赢，赢得让他们没有理由再进这个村。顾老板，3号塘的虾苗今天集体靠边，全部贴着塘壁游，这不是正常行为，像是受了刺激。今天风向变了，从北边化工园区那边吹过来的。昨天晚上有没有闻到异味？顾老板，我在我家塘边捡到这个瓶子里像是化工废水，用鼻子闻过，味儿很冲，像漂白水。送去县里的检测机构，加急出报告，然后通知所有养殖户，今天暂停换水，先用储水塘里的存水顶天。如果是海坤资本派人干的，这次比陈建国那次更隐蔽。瓶子是普通的矿泉水瓶，没有标签，很难溯源。不用溯源瓶子，查风向。今天北风，说明污染物是从北边过来的。北边有化工园区的，只有一条排灌口。顾爷，这里有新鲜的脚印，泥土还没干，鞋印边缘清晰，大概是今天凌晨留下的，鞋码不小，像是男人。这根钢管是新的，接口处的焊点还没锈。有人趁凌晨从排灌渠倒工业废水，顺着渠水流进养殖塘。排灌渠上游2公里就是化工园区的污水处理厂，但厂区外围没有监控覆盖，这条渠是盲区。你们几个在这里干什么？这是排灌站的地界，不让外人进的。我们是东渔村的，今天早上我们塘里的虾出问题了，顺着排灌鱼往上找到这里的。你看这个管道口是不是昨天刚接的？怪了，我前天巡查还没有这个管口，昨天白天也没有人上报施工。这件事我们不会追究你，但你得配合我们做一件事，把从昨天凌晨到今天凌晨的进出登记表给我们看一眼，我们只看不带走。顾先生，上次谈的方案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时间有限，如果3天内没有答复，这笔资金我们就投到别的项目去了。方总，我正要找你。你们海葵资本上个月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收购了临城3家海鲜加工厂的债权，对吧？那3家厂现在停产，设备闲置。你想收了我们的合作社，然后把那3家产能并进来，形成省城区域垄断。你调查我们？不需要调查。你上次来太急了，急着收购，急着压价，急着改我们的品牌名。一个正常的投资公司不会在第一次见面就把底牌全亮出来。方总，你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林振生，东渔村的地1寸不卖。我们顾爷带着全村人干出来的产业，不是给你们这帮玩资本的当筹码的。好，那就走着看。让一下，方总，你们玩的那些手段我们都清楚，往排灌渠倒废水，冒充游客夜间踩点，买通小商贩压价，我们都记着呢。检测报告出来了，排灌渠水样含有高浓度磷酸盐和氨氮，和化工园区的废水成分匹配。这份报告足够证明有人通过排灌渠向养殖区倾倒污染物。报告只是证明有污染，但证明不了是谁倒的。那条渠没监控，钢管上没有指纹。我有个办法，排灌站的值班员每次轮班都会签到，我可以去跟他喝顿酒，问出他昨晚和谁搭过话。可以，别关太莽，问出人和车的特征就行，但不要承诺给他任何好处，也不要提我们的名字。要是他什么都不说呢？那就让他知道，排灌渠的钢管是焊接在水利设施上的，属于破坏公共设施。他作为值班员，有责任上报。大强，我不是不想帮你，那天晚上确实有车停在排灌站门口，但我没看清车牌，那车没开灯，停在路口，熄了火，我以为是谁停了车在打电话。什么样的车？大车还是小车？小车，深色轿车，个子不高。下车的时候我隔着窗户看了一眼，穿的是皮鞋，不是胶鞋。你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吗？太黑了，没看清脸，但我听到他关车门的声音，是那种很重的关门声，像是那种老款的重大纳塔桑，铁皮厚，关门响。谢了，这酒你留着慢慢喝。
老款桑塔纳，深色，车门关得响，没看清脸，但至少知道是轿车，不是货车，不是摩托车。方程来的时候开的是一辆黑色商务车，但他的助理开的是旧款田丰，不是纳塔风。排灌站旁边那条土路，车则还在。明天一早，大强你带石膏粉去，把车则硬拓一份。如果是老款桑塔纳，轴距和轮胎花纹有固定特征，把拓表交给镇里的老检验员看，他认得。那方程那边呢？就这么放他走了？他还会再来的，下次来就不是收购方案了。这是大众桑塔纳的轮胎花纹，而且是前胎，后胎比这个宽半指。这车至少跑了7年，轮胎磨损程度不低。能看出是哪个年份的车吗？这个缺口像是压过路边碎石留下的。如果是省城牌照的车，不太可能跑这么远的石子路，更像是本地车，经常在郊区跑。本地车半夜来，熄火不关灯，熟人干的。查一下方程2次来东渔村时的随行车辆，有没有本地牌照的桑塔纳？顾爷，我昨天收到消息，有人在查海葵资本的车辆记录，你想干什么？方总，你的人前天晚上开着老款桑塔纳去排灌站倒工业废水，污染了我3个养殖塘，这事儿你清楚，我也清楚。你有证据吗？空口说白话不算证据。这是你助理开的那辆桑塔纳的车辙拓标，轮胎花纹和磨损特征已经和车辆登记信息比对上了。2天前凌晨，那辆车出现在排灌站门口。顾爷，你要想清楚，这件事真要闹开，我不一定有事，但你的养殖塘停水半个月，订单全黄。方总，我养的虾不还水会死，但你这车质印放在法庭上，证据不会死。顾老板，3号塘水质指标全部恢复正常了，虾苗开始往塘中心移动，计时量也上来了，这塘虾保住了。顾老板，要是再晚1天处理，这塘虾就完了。咱们以后怎么防这种暗招？排灌渠的入口已经封闭了，以后我们抽水直接走深水井，不走渠水，费用合作社出，不用大家掏1分钱。大家签个字，明早施工队就来打井，1口井共3户，够用10年。车辙踏片的事儿我不追究，排灌渠的事儿我也不再提。我给你一份省城高端餐饮渠道的对接名单，5家5星级酒店，全年采购量不低于800万。条件呢？条件是，你把合作社的饲料采购权让出来，由我海葵资本旗下的供应链公司统一供应，价格比市场低1成，但结算周期延至3个月。方总，你这是换了个方式套我们的命脉。饲料采购权交给你，3个月结算，我们现金流一断，最后还是只能找你们融资。那你可以选别的。不接这份名单，不换供应商，那就继续斗下去。你在明，我在暗，你能防几次？方总，你走之前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段视频你从哪里来的？排灌渠旁边废弃水塔顶上有一个老式监控摄像头，是全年水利管理部门装的水位监测设备。值班员不知道，但我知道。顾爷，那段视频一放，方程脸都白了。他今天回去估计1晚上都睡不着。你什么时候知道那个水塔上有监控的？上次查排灌渠的时候，我注意到水塔顶上有个白色的圆筒，以为是天线。后来问了村管理委员会主任，他说那是水利管理部门装的，水位超限会自动报警。摄像头平时不录像，但触发报警时会自动保存前后30分钟的影像。那咱们现在有了视频证据，可以直接告他破坏水利设施。告他一个人不够，方程是林振生派来的，林振生才是海坤资本的法人。我们要打，就打整套班子。那视频你打算什么时候用？等林振生亲自来，他不来，这场仗就不算打完。村口有车灯，没开远光，慢慢开着，像是白天那辆桑塔纳。他来拿东西的。白天方程走得急，那个信封还在加工厂办公室桌上没拆。找这个，在加工厂办公室等了你3个小时。你们想怎么样？回去告诉丰城，信封我收下了，但名单我不会用。告诉他，他欠东渔村的不是一份名单能还清的。你就是顾爷，方程跟我说过你比他说的更沉得住气。林总，你亲自跑一趟，说明你也沉不住气了。我来看一眼能让方程吃瘪的人长什么样，看完了，我觉得你确实有2下子。林总，这是你在省城水产市场以海坤资本名义签订的13份垄断协议副本，每份协议里都包含一条排他性条款，禁止签约商户与东渔村合作。
这些协议已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你从哪里拿到这些？林总，你派人去谈收购之前，我先派人去了省城水产市场，找了你签约的其中3家商户，他们每一家都说，签了你的协议之后，销量反而下降了，因为你的协议里还有一条隐形的价格限制条款，不允许他们降价促销。顾爷，你比我预想的准备的更久。排官区的事儿，方程做的，我不知情，但我认。你手里的视频能让他进去，也能让我脱一层皮。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张名片是省城水产联合会副会长的电话，你直接联系他。海葵资本所有的独台协议，15天内全部作废，不再介入你东渔村的任何事务。协议作废那天，方城排灌区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他给的电话是真的吗？是不是真的，打过去就知道。但他说协议作废，这句话是真的。顾老板，这批虾丸的蛋白质含量比上一批高了12%，客户昨天寄来的反馈单专门提到口感有提升。这个配方锁定，以后就按这个标准走。省城水产联合会发来的传真，说已经确认海坤资本所有的9台协议作废。婉宁，你看一下他们有没有附加条件？没有附加条件，直接开放权限，还附了一份采购意向书，首期订单200万。你现在觉得这一仗算打完了吗？林振生的协议作废了，方城的排灌区证据我没往下追究，他们暂时不会再进东渔村。但这一仗不是打赢的，是让他们觉得继续打下去不划算。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把省城渠道铺开，把深水井打完，把酒店按期开业。然后呢？然后带你去看海，不是这里的海，是南边的那片。你以前说过想去。顾先生，我们行里审批通过了延期方案，但条件是3个月内必须偿还本金的30%，否则我们将依法启动抵押物处理程序。30%是多少？240万。这笔钱你从加工厂利润里挤不出来，因为余清期至少还要等45天。 9月到10月是淡季，我们手里能动的流动资金只有不到80万，缺口是160万。3个月内我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不用延期，也不用分期。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把养殖塘的抵押评估报告从现在的按成本计价改成按产出估值。按产出估价，你得提供至少3年的完整养殖数据，你只有1年半的数据。这是合作社统一标准化的养殖日志，包含每一塘的投苗量、换水频次、饲料转化率、出塘时间、销售单价，双重签字。所有数据经过村里会计和镇水产站双重签字确认。你看完再决定。顾爷，我刚听村管理委员会主任说，银行的还款方案改了，估值方式换了。你跟他们谈下来的？不是我谈下来的，是他们自己算清楚账了。按产出估值，我们1个养殖季的产出就能覆盖抵押物价值。银行不傻，但缺口还在，160万，这45天怎么办？明天我去省城一趟。海坤资本的林振生虽然收了手，但方程给的那张名单里有5家5星级酒店，我先跑一遍，最快1周都能拿到预付款。我跟你一块儿去，省城的路我熟，开车比你自己坐大巴快半天。行，明天凌晨4点出发。顾先生，你电话里说带了样品来，但我只有15分钟时间。15分钟够。这是合作社的鲜虾和虾丸样品，昨晚刚出塘，全程冷藏到刚才，可以现场看、闻、捏。品相不错，有多少量？这是合作社的年度产量表，旺季每天能稳定供应500斤鲜虾，淡季也能保证200斤。如果想长期合作，可以签保量保价的季度协议。保量保价，意思是无论市场价格变动，你们都能按协议价格供货。对，但条件是要求预付下季度的30%货款，这钱用来垫付旺季前的饲料和人工成本。 5家酒店跑了3家，就这家当场给预付款，剩下2家说下周再去谈，这趟没白跑。预付款到账了35万，还差125万。剩下2家酒店要是也谈下来，够不够？那2家比这家规模大，需求量也大，谈下来预付额应该能到60万。但还有一个问题，产量能不能跟上？订单签了，货供不上，一样是赔违约金。那回去之后，
把村里闲置的那3户老塘也盘活起来，不想养的出钱租过来，再转租给合作社统一管理。哪儿来的钱？攒的。以前跟你作对的时候存了点，后来在旅游区做安保也攒了一些，凑起来够租金。你只管签订单，塘口的事儿我来跑。3号塘出虾之后没有补苗，空塘期已经超过10天了。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这批空塘应该补投越冬虾苗，但现在苗种场的交货期推迟了半个月。顾老板，苗种场刚发来的通知，说因为水温异常，越冬虾苗的孵化率下降，他们的供货时间要再往后延20天。20天，等不了。越冬虾苗如果不在这个月入塘，明年开春出塘就晚了，会错过第一批高价期。我昨天跑了一趟隔壁镇，那边有个散户手里还有一批苗，说是自己育的，数量不大，品相一般，但至少能补上2口塘。品相一般是怎么个一般法？个头比正规苗小1号，活力还行，但不知道抗病能力怎么样。不要，这批苗如果带病入塘，我们整个养殖区都要受影响。空塘就空着，等20天。这期间，你把所有空塘的塘底淤泥清干净，晒塘杀菌，把准备工作做到位。酒店预付的第2笔款到了，62万，加上第1笔的35万，我们还差63万，距离银行要求的240万还款还有不到30天。剩下的63万不用从贷款里挤。陈启荣那边下个月的出口订单预付款应该能提前到账，明天我给他打电话。你早就把出口订单的预付款也算进去了？不算不行，银行那边是按产值估值，但产值要变成现金，得有订单支撑。订单预付款是唯一能在30天内到账的大额现金流。那就好。我刚才一直没告诉你，我还差多少钱我都算了几遍，但每次都卡在63万这个数上，你心里有数就行。预付款的事儿，我让人走加急流程，下周1之前，80万汇到你们合作社的对公账户。但这批货的出塘日期必须写进合同里，12月15日前，首批3吨虾丸必须发往港口。12月15日没问题。空塘期我预留了20天晒塘，投苗时间算好了，刚好能赶上出塘。你提前把出塘时间算进合同里，说明你心里有底。我就怕你到时候赶不上。赶不上的情况，我在合同里写了，延迟1天罚订单总额的3/1000。这个条款是我自己加的。你给自己加罚则，我还是第一次见。因为我知道不会延迟。3号塘的底泥清掉一半了，再晒3天就能全部干透。剩下的2口空塘后天开始清。淤泥晒干以后翻一遍，再撒一层生石灰。明年开春的虾苗底质要好，产量才能稳。你放心吧，这几口塘交给我，保证比你预期的标准还高一层。他今天干了5个小时，中间就喝了1次水。明天开始，清塘的人工费按工时算，你记账，月末统一结。不用记我的，我这是还以前欠你的账，你记别人就行。新生产线试运行了3次，每次都能稳定运行4个小时以上。如果明天正式投料，第一批虾丸3天后就能出成品。12月10号之前，第一批成品要完成包装和标签粘贴。12月12号装箱，13号发车。这批货是出口订单的首批试运品，不能有任何延误。顾老板，冻虾解冻时间的参数我们还没有完全摸准，如果解冻过度，虾肉口感会发绵。解冻时间设定在40分钟到50分钟之间，每10分钟测一次中心温度，达到零下2度就停止。如果超过这个时间，这批虾就不用来加工了，直接改成虾泥，留作内部试吃。出口订单的包装标签需要中英文双语，还要印上欧盟的产地编码，这个我们之前没做过。婉宁，标签设计稿你明天上午10点之前发给我，我确认后直接发给印刷厂。产地编码我已经拿到了，印在标签背面。顾爷，我下午去了一趟临城，找老马问了问最近的水产市场行情。他说省城那边突然有了一批外地进来的虾，价格比我们低2成，品质一般，但量很大。他怀疑有人在故意压价，目标就是我们这批出口货。知道是哪里来的货吗？老马没查出来，但他说了个细节，那批货的包装箱上印的编号
跟以前海坤资本用过的一家物流公司编码很接近。海坤资本的排他协议已经作废了，林振生也亲口说不再介入东渔村的业务。如果这批货跟他们有关，那就是换了一家公司，换了个名字，手法没换。不管是谁的货，价格比我低20%，说明他们不想赚钱，只想拖垮我们的订单。明天你去省城，再找老马一次，把这批货的进货渠道问清楚，哪家公司从哪个港口进来的，报关人是谁。我明天一早就去。就这批。编码格式跟海葵资本以前用的不一样了，但首字母没变，都是 SK 开头，换汤不换药。这批货是从南方港口进来的，报关单上写的是一家叫粤海贸易的公司，但我让朋友查了一下，这家公司注册地址跟海坤资本以前的办公室在同一栋楼，只是改了楼层。马老板，这批货你们要不要？不要的话，明天就装车拉到别处去了。先放着，明天再说，你忙你的去。老马，这批货的进货价是多少？至少让我心里有个数。进货价我打听到一个大概，比市价低30%，但这个数字不一定准，因为走的是内部结算。报关公司是粤海贸易，注册地址跟海葵资本同楼，不同层。这批货现在压价投放市场，就是为了截胡我们的出口订单客户。客户现在看到的报价比我们低20%，就算他们知道品质有差，但差价摆在那里，心里会犹豫。他们能压多久？这批货的总量有多少？马老板说至少够投放2个月。如果一直保持低2成的价格，我们的客户会流失一大半。小顾，你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价格差弥补回来？2个办法。第一，我们把出口订单的结算方式从货到付款改成预付加尾款，提前收回1半资金，用这口气来压低我们自己的出货成本。第二，尽快拿到这批压价货的产地来源，如果能证明是低价倾销或者非正常渠道，我们就可以向行业协会举报。第一个办法我能落实，客户那边我来沟通。第2个办法需要时间。刘大强，你能不能再跑一趟省城，把粤海贸易的报关底子调出来？我明天再去，这次我带点东西去。我有个老熟人在省城海关做查验员，当年欠我个人情。你要查的这批货，报关底单上写的品名是冻虾仁，产地标注是广西，但入库记录里写的实际卸货港是汕尾，产地和卸货港不一致，报关单做了2次修改。修改记录还在不在系统里？系统里修改记录还在，但后台时间签显示第1次报关是在夜里11点，第2次修改是在凌晨2点。同一批货，同一天夜里，换了2次产地。那批货的收货方签字的联系人是谁？签字的联系人名字叫王明，留的电话是省城的座机号，但这个号码我查了一下，登记在粤海贸易名下。也就是说，这批货的真实产地不是广西，而是汕头。汕头海域的虾货源充足，但品质参差不齐，收购价确实比我们这里低不少。所以他们的低价不是从成本里挤出来的，是从产地差价里挤出来的。他们赚的不是单笔利润，靠的是压垮我们的订单之后再涨价回收。行业协会对产地标注不符的举报处理周期一般是15个工作日。如果我们提交举报，15天之内这批货可能已经卖完，我们的客户也可能已转走一半了。那就不走举报，把这个信息直接递给我们现有的几个大客户，让他们自己去判断，是继续买产地不明的低价货，还是跟我们签保价保质的长期协议。我今晚整理完客户名单，明早挨个发邮件。第1批货已经全部完成包装，箱内温度稳定在零下18度。发货单已打印，运输合同今天上午确认了，标签已经贴完了，每箱都检查了3遍。批次号用的是昨天定的标准格式，不会有问题。标签贴好了吗？产地编码、保质期、批次号3样都要在箱体正面显眼位置。这批货明天凌晨发车，后天中午能到港口。报关手续陈启荣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发车时间定在凌晨4点，安排2个工人押车，到了港口之后全程盯着卸货，确认没有问题再回来。检查完了，没有松动，冷藏机启动正常，温度已经降到零下22度。出发吧，路上停靠不要超过2次，每次休息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到达港口之后，立刻联系陈启荣的人，会安排接货。明白，我们出发了。这是第一批货，如果能顺利通关，后面几批就都不用担心了。流程走通之后，担心的就不是货了，是货的量。顾老板，这是今天早上刚到的一批苗，苗种厂说是补上之前延误的那批，我看着活力还行，但个头还是比往年同期小一点。个头小不是因为苗不好，是因为孵化温度偏低，发育慢了1周。入塘之后正常投喂，7天之内能追上来。那这批苗今天就能入塘？婉宁，你记一下，3号塘今天下午入苗，投苗密度比标准低1成，给他们留出成长空间。2号塘等后天水温再升2度再入。3号塘入苗时间下午2点，2号塘延迟到后天，记好了。陈启荣发来的，说第一批货到港后立刻通关，没有卡关，也没有抽检延误，货物已经装上了冷藏船，预计15天后到欧洲港口。第一批货顺利出去，后面的订单客户的信任度会增加。之前酒店预付款的客户有几个在问第二批货的报价了。第二批货的报价比第一批高5%，因为第一批是试单，后面是正式合作。你按这个标准回复他们。那粤海贸易那批压价货呢？客户那边有没有反馈？今天下午有3家客户回邮件了，说他们看了我们提供的产地信息对比，决定继续跟我们合作，不再考虑粤海贸易的报价。那就好。首批3吨虾丸已经通过欧盟海关检测，全部合格。客户那边今天上午发了正式确认函，追加第2批订单，数量翻倍。第2批订单的合同，我今天下午让人拟好，明天一早发给你确认。各位乡亲，东渔村的牌子以后在省城水产市场上不会再有人拿低价货跟你们使。第2批订单翻倍的话，我们的加工厂产能还能跟上吗？现在这条线是单班运转，翻倍之后需要加到2班。工人我已经让婉宁在招了，下周能到位4个熟手。那粤海贸易那边，他们那批压价货现在还有吗？他们的货还在卖，但客户已经知道产地信息了。如果继续买他们的货，可能会被行业协会追查产地标注问题。所以现在他们能卖的客户只剩下那些不关心产地、只看价格的小散户。那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以林振生的行事风格，他不会因为一批货受挫就收手，他手里一定还有别的牌，只是还没亮出来。顾爷，我今天是来送东西的，不是海龟资本的意思，是我自己来的。粤海贸易那批货的完整报关链记录，从产地到港口到入货，全都在这份文件里。海葵资本用粤海贸易做外壳的事儿，林振石不知道我查到了这一层。如果你愿意，明天我可以在省城水产协会的例会上当众出示这份记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林振生让我做的那些事儿已经超出商业竞争的范围了。粤海贸易的那批货是用了非正规渠道的水产加工废料重新包装上市的，如果被查出来，整个省城水产市场的声誉都会受影响。我不想背这个锅。这份记录如果公开，粤海贸易会被注销，海坤资本也会被行业协会调查，林振生在省城的根基会动摇，但不会完全倒。你希望我怎么做？我希望你明天亲自去省城，把这份记录带到行业协会的例会上，由你出面，比我出面更有分量。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这份记录公开之后，粤海贸易的事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个人责任。林振生那边，你帮我带句话，以后海坤资本的任何子公司，不要再以任何形式进入东渔村周边方圆50公里范围。话我会带到，记录给你，怎么用由你决定。你打算明天去吗？去。顾先生，你以会员单位代表的身份申请临时议题，请说。我申请公开粤海贸易今年第3季度的一批冻虾产品的报关和产地信息。根据我掌握的资料，这批产品存在产地标注与实际卸货港不符的情况，涉及3份经过修改的官报单。你手里有证据吗？这是报关底单复印件，上面有2次修改的时间戳和签字笔记，原件在关海档案室，可以调取比对。这份证据需要提交给专业部门进一步核验，在核验完成之前，我建议暂停粤海贸易在协会内的会员资格，并将其产品通报各会员单位，提醒谨慎采购。正式通报了，粤海贸易被暂停会员资格了。通报已经发了，各会员单位今天下午都收到了。
他们那批货的实际产地信息也一并附在通告里了。客户的信任一旦回流，价格优势就没了，谁也不会为了便宜2成去买产地存疑的货。那林振生那边呢？他什么反应？他什么反应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海坤资本想用同样的手法进别的渔村，行业协会都会留意他们的注册信息和报关记录。那你明天还去省城吗？还是说这件事就到这里了？到这里了，剩下的是行业自己的事。顾老板，这批苗入塘4天了，个头长了一圈，活力也不错。平均大小跟往年同期比怎么样？比往年同期还大一点，可能是因为你让清塘清得干净，底泥晒透了。塘底晒透了，苗入塘之后没有旧病源干扰，长得自然快。这道理我以前知道，但没认真做过。从现在开始，每年出塘之后都清塘晒底，标准流程定下来，以后就不用每年重新摸索。顾老板，第2条线已经安装完成，今天下午试运运行了3个小时，一切正常。如果下周投入生产，第2期订单的产能可以完全覆盖。第2条线优先生产出口订单的补充批次。婉宁，下周排产计划里把第2条线的时间排出来，从周1开始每天2班。出口订单的补充批次数量我已经确认过了，下周3之前可以全部出完。第1期的经验已经跑通了，第2期按同样流程走，不缩短任何环节，也不增加任何不必要的环节。明白，我会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操作。顾老板，这批苗入塘4天了，个头长了一圈，活力也不错。平均大小跟往年同期比怎么样？比往年同期还大一点，可能是因为你让清塘清得干净，底泥晒透了。塘底晒透了，苗入塘之后没有旧病源干扰，长得自然快。这道理我以前知道，但没认真做过。从现在开始，每年出塘之后都清塘晒底，标准流程定下来，以后就不用每年重新摸索。顾老板，第2条线已经安装完成，今天下午试运运行了3个小时，一切正常。如果下周投入生产，第2期订单的产能可以完全覆盖。第2条线优先生产出口订单的补充批次。婉宁，下周排产计划里把第2条线的时间排出来，从周1开始每天2班。出口订单的补充批次数量我已经确认过了，下周3之前可以全部出完。第1期的经验已经跑通了，第2期按同样流程走，不缩短任何环节，也不增加任何不必要的环节。明白，我会严格按照标准流程操作。乡亲们，今年咱们合作社的总营收比去年翻了1倍，今天分红按人头和入股比例发放。下面请顾爷给大家讲几句。今年合作社的总利润，刨掉成本和预备的明年生产周转钱之后，可分配利润是375万。大家手里拿到的分红单上金额已经按入股比率算好了。明年我们的目标是翻到600万。你刚才说600万是认真的？认真。分红大会之后，村管理委员会主任说要给你挂一个荣誉村民的牌子，你拒绝了。牌子不用挂，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心里有数。顾爷，你现在还觉得这个系统是你最大的运气吗？运气是开头，后面的事靠我们自己了。